招商银行是中国第六大银行，也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商业银行，一向被人们认为富有开拓精神。昨天刚刚获得了金泽奖最富有责任的这个投资银行。那么紧接着，今天晚上6点钟，招商银行开始向客户群发了一个短信，告诉大家3天以后，12月2号开始，不再接受新的指令，向境外汇款。2019年12月30号，关闭汇款计划服务。以往有，是吧？每年基本上都有。12月31号关闭，然后1月2号重新开通。原先是一个年度计划，很正常。那今年比较特殊，是吧？他没告诉你什么时候恢复，有可能是永久关闭。那么说狼来了，说要关门了，说了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知道大多数人的反感是唱衰中国，说中国崩溃论，已经说了几十年了。现在呢？现在狼真的来了。我知道没有人愿意相信中共会真的关门。其实从人民币破7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中国银行的双币卡在国外付款、刷卡消费，经常会打愣，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今天终于算是实锤了，招行关闭了向境外汇款，其他银行会不会跟进呢？我们知道关门一定会是从钱开始，钱走不掉了，下一步可能就是人也走不掉了。今天的中国很遗憾，如同大家的预判，不仅有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甚至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仅仅美国立了一个国内法，针对香港的地位要进行重新的审核。那么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开始利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把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落实到行动中，欧洲也出现了一个国家荷兰，也开始立法把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引入到本国法律中，来制裁中国压制人权、反对民主、倡言专制的这些中国官员。有可能以后还会要引申到官员的家属。日本也在紧急制定类似的法案。全球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联盟，包括1周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王立强事件，它甚至带来了具体的一些引申。在台湾立法院在追打，在澳洲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在发表自己的感言，无论是华裔的还是之前的懂中文的这个总理，都开始发表自己的讲话。唯一人期盼的一个好消息是，中美之间达成的第1阶段协议，据说已经到尾声了，所以市场
还在观望，许多中国人也在观望。那么他现在把钱封了，不给你往外汇钱了。原先每人每年5万美金的外汇汇款的这个渠道会不会彻底关闭呢？靠近年根，什么样的政策都会出现。没有人知道金融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其实到了这一刻，我们知道该发生的它都会发生。前苏联崩溃之前也是出现了外贸问题，外汇出现问题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当年还在台上，没有担任苏联总统，仅仅是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他在海外发行的关于改革与新思维的这些书，他的稿费其他国家是用外汇的方式汇入苏联的，它就存在苏联外贸银行。当苏联缺乏外汇以后，连当年名义上的苏联老大的稿费以外汇形式存在苏联外贸银行的都被银行强制征用了。即便如此，前苏联崩溃的时候，有许许多多苏联以国家名义派到其他国家的，哪怕是科研人员，甚至都没有外汇去买一张机票回到自己的祖国。最后有许多苏联的轮船在国外的码头上停靠卸载，没有办法支付外汇，被国外扣押下来。苏联解体以后拖了几年，甚至利用法院系统把它拍卖掉，来偿付他应该支付的外汇。这些可怕的例子过去不过也就20多年，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忘记它呢？因为太多的人相信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了，非常非常的强大，都可以跟美国抢夺世界老大的地位了。在抢夺失败以后，试图打造一个世界2套规则，总认为自己是有办法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办法好像不多，协议能不能尽快达成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开始放风，这个协议可能要拖到明年了。那么经济呢？越来越多的外企、跨国公司正在撤离中国，周边国家不仅获得了转移出去的这些产能，甚至还吸引到了更多的外资。很多我们原来看起来不显眼的国家都已经站起来了，一个一个的冒头了。是啊，可能这些国家太没有认同感了。西方刚刚参加了这些国际会议，转过头来人家就抱美国大腿了。为什么呢？没有一点点政治道德吗？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宣传政治正确的国家了，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其实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它一直是以利益为纽带。整个世界70亿人，活跃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必须要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当你认为你的外部环境恶劣的时候，别人也看得见。今天我们看到仅仅是一个
向国外汇出外汇的某一个银行发出通知，是吧？告诉你要暂停了。下面可能会越来越多，越多的银行会参与，因为中国的外汇已经不支持政府的幻想了。中国曾经是一个外汇存底最多的国家，但是随着经济被削弱，创汇能力被削弱，手上的外汇能不能及时的偿付外债，已经是个未知数了。今年有很多民间企业已经在国际社会中违约了。我们知道，迟早有一天，国企也会违约，因为它没有能力，在失去创汇能力的时候，还在维持原先的这种贷款规模，吸引外资的同时，一定要看到一点，内地的情形正在发生变化。涉及到经济的，尤其涉及到投资的，银行家们比老百姓更加敏感，甚至有传言，已经有人开始对赌了，赌明年黄金的价格能够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所有的赌博都是有内幕的赌博，涉及到钱，涉及到大额的财产，没有人拿钱打水漂。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劝大家抛弃手上的人民币资产，人民币的崩盘其实就在一瞬间。那么今天它冻结你向外汇出外汇，明天你就成为一个封闭市场中的随时有可能变成废纸的东西了。人民币从来就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东西，它的流动性一直是受到限制的。今天这个限制又增加了一个等级，你应该能明显的感觉到，不是秋天的问题，冬天要来了。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犹豫了，观望已经结束，心动还是行动，其实就在每一个人，决定总是要你自己下的。祝大家好运，再见。